嗨，大家好，我是强哥，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主要跟大家分享是如何学习组合投资加密货币。我相信有很多朋友应该都有关注，到今年的1月份的时候呢，比特币 ETF 正式通过了，那你就会发现，其实美国政府和华尔街市场已经认可了加密货币为一个真正的资产，这也吸引了非常多国际上的投资人的注意，因为他们会希望可以把握这次机会，特别是过去有非常多的人透过投资加密货币翻身致富，那我们到底该怎么样才能可以安全稳健地把握这一次投资机会？比如现在的比特币已经基本上算牛市了，从之前的5万多一直现在涨了6万7左右了。主要有3个重点分享给大家。第一个重点是投资如何做好资产配置，特别是我们现在已经新增了一个加密货币市场，如何调整你的配置呢？可以让你同时维持你的资产的稳健，又能够赚到新市场的报酬。那第二个重点就是我们学习传统的投资工具，比如说股票投资，我们学习了各种投资股票的派别，如何把这些投资策略应用在新的市场里面。第3个重点呢，就是结合朋友聊天的一些经验，包括我个人在投资上面的一些见解，希望能够为你带来一点启发。那我们来到第一个重点，就是投资如何做好资产配置，特别是在新的占比货币市场里面。那首先我想让大家了解的一件事情，其实对于我们来说，这几年的投资的市场跌跌涨涨，起起落落的，有很多人可能赚得盆满钵满，但是呢，相反也有人血本无归，这不是没有的啊。特别是像炒股，对不对？那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呢？就是资产配置。你是不是在得到超额报酬的时候，有实时的合理的了解，并且把它配置到比较低风险的资产？这长久下来，你就可以帮助你的资产能够稳健的增长，而不会受到市场的涨跌产生过大的压力。除了美国政府呢通过了比特币的 ETF 以外，还有比如台湾的金管会证期局也是对加密货币市场的一个主管机构。也就是说，在加密货币这个市场里面被认可为是一个新兴的产业。回到我们传统投资工具里面，我们应该都知道，高风险的可能有高报酬，那么同理，低风险的也可能是很小的一个报酬，也就是叫低报酬。我们知道有期货选择权，或者是股票当中的成长股、定存股、ETF， 甚至房地产，以及我们投资我们个人或者是他人的事业体，这些都是我们可以投资的工具。那么加密货币市场应该会是哪一种呢？对于我们来说，其实整体的加密货币市场呢，都是属于高风险高报酬的市场。我想这个大家都不用讲解，对不对？这种涨幅度1个星期或者半个月，有时候甚至1天里面1个小时里面起伏都是挺大的，所以它也是属于一个高风险高报酬的一个投资项目，也就是一个风险并存的吧。所以在我们配置我们自己总体的资产的时候，假如说你是30岁的人，那我们就要计划好，你是用65%做积极性的配置，然后35%做保守性的稳健性的配置。那这35%里面，保险的资质呢，你可能会去投定存股或者是 ETF， 那剩下的65%呢，可能是用传统来说呢，投的是一些成长股啊，或者是一些选择权啊、期货这类比较高风险的标，并不是说把这65%全部投资在这一个加密货币项目里面，那我们都可以放10%啊、15%在这里面，对不对？不要脑袋发热，一看到这个哇，马上涨到7万，利润点很高，我把所有的资产都掉到这个项目里面，那假如一晚上就跌下来，是不是我们就血本无归了？所以我们就是要，当我们投资100万里面，可能只有10万来投资加密货币市场，那投资1000万，那我们可能就只拿100万来投资加密货币市场。也就是说，我们自己手中的资产要我们自己来控制这个风险。所以在加密货币市场当中，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配置它的资产，可以让自己的投资组合更加稳健。以经常跟朋友交换的一些经验意见来说，我们传说中的黄金那就是比特币，那些可能在世界排名前10的主流货币，我们都可以把它当作投资美金
或者澳币的这种概念其实是一样的。如果有一些新的加密货币上市的时候，它可能会有短期的一个波动的话题，或有比较高的价格，或者是有一些比如说交易所的平台活动，甚至呢有些媒体炒作的嫌疑，那它就比较属于话题性的投资标的。那我们也可以去赚这种短期的波段。那如果你是不看基本面，当中性的投资人的话，你可以专注在于你的技术分析，透过数据来决定你的波段的买卖。那接下来我们说一下第二个重点，就是三大股票投资策略呢，到底怎么应用在加密货币的投资上。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在投资股票的时候有三大主流策略，是不是？当然这个肯定是要接触过股票的朋友们才知道的一些基本概念啊。那第一个策略就是长期的价值投资，因为我们通常会选择长期持有具备符合产业的趋势护城的股票，在低点的时候呢，我们会加码买进。第二种呢，随意中期的波段价差，也就是说我们会关注短期内的话题讨论度较高的股票，在高点停利，在低点停损。那这就是第二种的一个情况。那第三种呢，就是短期的当冲策略，我们会在极短线的操作，加在当天的做买卖进出。所以在我们这个加密货币市场也可以做相似的配置。其实我们如果在传统的股票市场里面做当冲的话，我们有很大一部分利润都是被手续费吃掉。这个时候如果你选择是加密货币市场的话，那它的手续费成本呢肯定是相对比较低的。但如果你是价值投资人，你可能会选择长期持有。但如果你是当冲的爱好者呢，它的波段其实也远比我们一般的股票更有发挥的空间。那我们说了这三种投资策略如何转换成加密货币投资以后，其实我自己觉得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很多人想说，那我投资山寨币是不是会赚很多钱？以股乐儿投资，或者是身边的朋友推荐什么交易所，他也不去了解就直接加入。但是呢，我觉得在币圈里面最大的风险呢，其实交易所的风险也是很大的。因为就算你买对了币种，可是你买错了交易所，就有可能这个交易所倒闭，造成你的血本无归。为了降低这种投资的系统性风险，以我个人来说，还是用世界前几大的交易所是比较安全的。那在这里，如果还有新朋友没有下载安装币安跟欧易的交易所的小伙伴，我把链接放在视频的下方啊，小伙伴们可以直接点击这个链接下载安装，同时也可以获得永久的一个20%的交易减免手续费，这对我们来说也是很重要的啊，也是结缘开牛的一个好事情。第一个是币安的下载链接，第二个是欧易的下载链接。那最后来到我们第三个重点，也就是跟朋友聊天总结其个人对于加密货币投资的观点。其实在乌俄战争发生的时候呢，我们应该可以想到，乌克兰这个国家的货币呢，它的资产瞬间归零。那时候即使你是当地再有钱的人，你也可能瞬间破产，血本无归。如果当时通过捐款比特币的方式，他们募集了一些战争的救助资金，那也让我们可以清楚地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加密货币它是最不受地域还有国家所限制的一个资产。这个事件呢，让我们身边老一辈有钱人开始关注。原因是在一个政治不稳定的情况下，不管你拥有多少资产，比如说豪宅，或者是豪车，或者是艺术品，或者珠宝，再有一个你有一屋子的黄金，你可能都是带不走的。这时候可以稀释的一个资产呢，其实就是加密货币，它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因为它反而在我们的资产配置里面是一个比较无国界的配置。另外，随着比特币的 ETF 合规了以后，那它现在已经变成一个传统金融市场认可的资产。所以不管你是想要追求短期的资产翻倍，还是长期价值的投资，加密货币市场的成熟呢，都可以帮助我们找到相对应的投资标的。那常常会有人在抱怨说，要是他早出生10年或者20年，投资房地产或者其他的时候，可能早就发达了。那我个人认为啊，不论在什么样的时机，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机会。而在这个时代里面呢，我认为加密货币及 AI 人工智能智慧的普及，也许就是我们的机会。所以不要再抱怨没有再早出生10年20年了，只要你现在开始把握学习的机会，学习新市场还有新的趋势，你就有机会成为下一个翻身致富的投资人。那我们刚才在讲的时候，我已经大概
把这个币安学院里面的东西都快捷呈现给大家看了一下啊，里面的东西是非常多。只要我们新进入币圈的朋友，只要你把币安这个学院里面的东西都学会，我相信再差都有70%。所以还没有下载的小伙伴们赶紧行动哦。那我们今天主要分享的就是使用加密货币来搭配传统金融的商品来做资产配置，希望本期视频能够为你带来启发。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如果对你有所帮助，请你留下宝贵的订阅及赞咯。谢谢观看，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